在鲜密的74集剧情中，王林击杀展白，婉儿受援耗尽身亡，王林为婉儿续命。随着王林返回云天宗，正在屠杀云天宗的化神修士展白被吓坏了，万万没想到众人口中的王林，原来就是在仙界叱咤风云的曾牛。若是知道云天宗有王林罩着，他是万万不敢去招惹云天宗的。如今见到王林后，展白立刻就向王林求饶，称这一切都是误会，是自己鲁莽了，而王林又岂会放过他？李木婉差点就被展白害死，若不是王林及时赶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此刻的王林直接出手，王林双手如幻影般快速掐诀，刹那间指尖光芒闪烁，周身灵气汹涌汇聚。他猛地向前一点，劲翻之中，仿佛沉睡的猛兽被惊醒，传出阵阵震耳欲聋的呼啸，一道道劲气咆哮着汹涌而出。这些劲气在王林身前迅速交织凝聚，眨眼间便化为一把散发着森冷气息的黑色长枪。此枪一现世，天地瞬间变色。原本晴朗的天空，刹那间阴沉如墨，浓稠的黑雾如潮水般翻涌弥漫，将四周笼罩得密不透风。展白带至此处的虫子感受到恐怖气息，发出刺耳尖叫，疯狂逃窜。展白见状，眼中闪过惊恐，深知此枪威力绝非自己能轻易抵挡，想寻机退避。可王林怎会给他机会？只见王林身形一闪，鬼魅般抓住长枪，口中轻喝岁月。随即一拍储物袋，9个雕像飞出，在风中迅速化作9尊真人，将展白退路牢牢封住。展白心中大骇，却不甘示弱。他大喝一声，双手合十，眉心处浮现诡异蜈蚣虚影，无数须枝从身体各处钻出，将他包裹成一个巨大肉茧。王林毫不犹豫，长枪狠狠刺向肉茧，肉茧瞬间崩溃，展白面色惨白，喷出一大口夹杂着蛆虫的鲜血，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向后飞去。王林与展白一番恶斗后，将其击杀，那团血肉和令人作呕的蛆虫，在他的火焰之下化为飞灰。他的心中此刻只有李木婉。一回到云天宗，王林便看到了虚弱的李木婉。他面色苍白，身子摇摇欲坠，看到王林时，眼中虽有惊喜的泪水，却紧接着剧烈咳嗽，身体向一旁倒下。王林心急如焚，瞬间来到他身边，抱住他的身体，却发现他体内充满死气，身体已极度虚弱。他立刻抱着李木婉，开始全力为他输送灵力。经过3天3夜不分日夜的努力，李木婉的身体终于有了血色。在第3天夜晚，他缓缓睁开双眼，看到王林，露出了开心的微笑。李木婉轻声唤着王大哥，询问他是否还会离开。王林温柔回应暂时不走，还承诺等他身体好些就帮他结婴。李木婉这才安心睡去，靠在王林肩膀上，嘴角带着幸福的笑容。王林走出阁楼，面色阴沉，询问众人李木婉身体为何变成这样。得知他100年来3次结婴失败，服用了大量丹药，寿元已远超寻常结丹修士，除非结婴成功，否则难逃轮回。王林心中明白，李木婉的身体已到了油尽灯枯的绝境，寿元将近。王林回到阁楼，看着熟睡的李木婉，暗暗发誓一定要帮他增加寿元。1个月过去，宗门恢复昔日盛世，甚至因楚国多个门派被灭而势力大增。但王林在李木婉苏醒的第2天，就带着他离开了云天宗，吕飞和铁岩也追随而来，他们放弃大长老身份，只为寻求化神的机会。一路上，王林和李木婉走过大半个楚国，李木婉从未如此开心，她像个小妻子般陪伴在王林左右。最终，他们在靠近仙域之地的深山中停下。王林放出一座仙域宝塔，宝塔瞬间扩大，周易问鼎期修为的一丝意念笼罩四周百里。吕飞和铁岩感受到巨大压力，元婴几近崩溃，好在王林挥手驱散了压力。李木婉好奇地望着宝塔，王林便将周易与婷儿的故事讲给他听。李木婉被2人的深情所感动，不禁担忧周易去大罗剑宗的结果。在宝塔下，王林用山石建起石屋，李木婉在一旁帮忙，他开心地说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。此后，王林每日为李木婉调理身体，可她的身体却每况愈下，调理次数不断增加。李木婉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，却还是笑着面对，王林则坚定地告诉她不会死。王林还拿出为她买的5品灵丹丹方，李木婉惊喜不已。
他询问王林这些年的经历，王林便将自己这100年的事情详细告知，包括成为曾牛的经过，还自信地表示以自己现在的修为，再过几年达到化神中期，若红蝶找来，有70%把握让他再次败退。李木婉提出想回修魔海的洞府看看，王林答应了，还说修魔海炼气阁即将拍卖6品丹方，要带他去买下。他深知李木婉只有结婴才能增加寿元，而这6品灵丹的丹方是让他身体恢复的关键。王林等人离开山谷，将宝塔留在原地，通过古传送阵前往修魔海。在修魔海，他们先来到昔日的斗邪派总教之地，看到曾经的苍龙残缺不全，斗邪派已成废墟，只剩一些低阶妖兽。李木婉回忆起当年和王林来到这里的情景。他们又前往当年的洞府，却发现洞府所在的山脉消失不见。李木婉有些失落，身上的死气也更浓了，但王林没有让他失望，他施展化神修士的法力，让山峰和洞府重现。李木婉看到熟悉的洞府，开心的像个小女孩，她拉着王林回忆曾经的点点滴滴，王林含笑不语。在洞府住了3天后，他们离开前往魔逆城。这次修魔海之行让李木婉身上的死气少了一些，王林也稍感欣慰。8天后，他们抵达魔逆城，住进客栈。铁岩去炼气阁为王林带回了7天后的拍卖会请帖。这7天，王林陪着李木婉在城中游玩，仿佛回到了年少无忧的时光。终于拍卖会开始，在魔逆城最大的3层宝塔型宫殿内，第1层座无虚席。王林一行凭请帖进入，曾招待王林买丹方的中年男子一眼认出他们，立刻恭敬地邀请他们上3楼。这一举动引起了周围修士的惊讶和好奇，众人纷纷打量他们。王林看似毫无灵力波动，像个凡人；李木婉是结丹后期且身体虚弱，而吕飞和铁岩身为元婴后期大修士，却甘愿跟随王林，这让众人震惊不已。在中年男子的引领下，王林一行来到3楼包间。中年男子深知王林的不凡，当年他曾从元婴后期老者口中得知，王林很可能是化神期修士。化神修士在修魔海是无人敢招惹的存在，炼气阁能有如今规模，正是因为有化神期修士坐镇。中年男子向阁内老祖汇报了此事后，便不再多言。而在魔逆城数万里外的洞府中，一位白发老者得知有疑似化神修士出现，瞬间消失在原地。此人正是当年王林结丹期遇到的骑着涛兽的老者。在魔逆城拍卖会的3楼包间里，王林与李木婉轻声交谈，李木婉脸上洋溢着幸福，目光满是柔情。吕飞和铁岩则在门边盘膝打坐。自跟随王林后，他们得到指点，抓紧一切时间修炼，一心冲击化神，只因寿元所剩不多。突然，左侧包间一道神识横扫而来，吕飞和铁岩立刻睁眼反击，将对方神识打散。可紧接着，对方多人神识再次袭来，还传出冷哼。吕飞和铁岩的神识虽被破，但他们冷笑，告知王林对方是元婴后期大圆满，并非化神。那紫袍白发的元婴后期大圆满老者怒气冲冲走来，掀开门帘，却被王林一眼吓得倒退。他意识到王林是化神修士，赶忙赔罪。王林觉得老者有些眼熟，还没细想，拍卖会的关键人物拥有涛兽的白发化神老者来了。他一眼认出王林，两人看似平常的聊起岁星乱外的往事，实则暗自试探。白发老者对王林的身份确认源于他特殊的神通。此时1楼拍卖会开始，起初是法宝灵丹拍卖，颇受众人欢迎。而包间外的紫袍老者邱思平尴尬地站着，王林招手让他进来。白发老者问话，王林却没回应，而是与邱思平叙旧。邱思平这才惊觉眼前人是王林，且已化神。白发老者也想起当年自己曾觊觎王林体内奇异力量，想收他为徒。如今王林与自己修为相仿，他往日心思烟消云散。白发老者询问王林所求，得知是6品丹方，面露难色，表示这是寄卖物品，自己无法做主。王林直言换不到便抢来拓印。这时6品丹方开拍，要用上品灵石或法宝做价竞拍，现场瞬间安静，众多修士为丹方开始叫价。李木婉紧张起来，王林轻拍他的手，不动声色地看向1楼。一场围绕6品丹方的激烈争夺即将上演，他能否成功拍下丹方，拯救李木婉的生命，